新四軍剛剛改編的時候，軍部的6位主要領導人，最後的結局怎麼樣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，中共中央決定將在南方8省堅持3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4軍。不過直到1938年1月6日才定下了新四軍的6位主要領導人，由叶挺擔任軍長，項英擔任副軍長，張雲逸擔任參謀長，周子坤擔任副參謀長，袁國平擔任政治部主任，鄧子恢擔任副主任。那麼這6位領導人最後的結局怎麼樣？第4位副參謀長周子坤，周子坤是1925年入黨，參加了南昌起義、湘南起義和長征。全面抗戰爆發以後，周子坤調往新四軍，擔任副參謀長。1938年兼任新四軍教導總隊總隊長。1941年皖南事变的時候，周子坤被叛徒殺害，年仅40歲。第5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，袁国平是黄埔軍校4期畢業生，1925年入黨，參加過北伐戰爭、南昌起義、廣州起義、5次反圍剿作戰和紅軍長征。新四軍成立以後，袁國平擔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。1941年皖南事變的時候，當時葉挺被扣押，项英被叛徒殺害。在這個萬分危機的時刻，袁國平指揮着剩餘部隊繼續向北突圍。在突圍的時候身中數彈，倒在路邊水溝裡的草叢中。等到晚上8、9點鐘的時候，軍部衛士連副連長李甫帶領着100多人路過，發現了袁國平。當時袁國平已經渾身是血，昏迷過去了。李甫叫了他好幾聲，他才醒了過來。袁國平醒來以後，就讓部隊繼續突圍，不要管他。不過戰士們怎麼捨得丟下袁國平，就輪流背着他行突圍。走到張家渡的時候，袁國平為了不拖累戰士們，從口袋裡摸出手槍，對着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机。袁國平犧牲的時候年僅35歲。第6位副主任鄧子恢，鄧子恢是1926年入黨，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創始人之一。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以後，鄧子恢就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，並且擔任中央分局委員。新四軍成立的時候，鄧子恢和張鼎丞、譚震林領導的閩西南紅軍被改編為新四軍第2支隊，鄧子恢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民運部長。1941年皖南事变以後，鄧子恢擔任政治部主任。194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。解放戰爭時期，鄧子恢先後擔任華中分局書記、華東局副書記、中原局第3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。新中國成立以後，鄧子恢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第1副主席。因為林彪的身體不好，就由鄧子恢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。1952年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。1954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。1965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。文化大革命時期，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嚴重迫害，導致鄧子恢在1972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，終年76歲。1981年中央正式為鄧子恢平反。